2016年9月，中国提出一个从天上调水的超级工程理论——天河工程，总投资预计2500亿元，将长江、黄河等河流所产生的大量水汽引流到西北部地区，并通过人工降雨的方式来解决西部缺水的问题。我们不是已经有人工降雨技术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再提出这样一个项目？它和人工降雨有什么区别？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，我是小强哥。天河工程是为了解决国家西部地区干旱问题而提出的。中国有南水北调工程，并且这项工程已经得以实现。因为从南向北地势差距不大，所以挖渠道引水是很容易的。可作为同样面临干旱问题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，由于海拔比东部相差太多，且地形十分复杂，所以很难重复南水北调这样的工程。但西部地区依然急需用水，于是科研团队提出了从天上运水的大胆构想。天河工程和人工降雨在范围上有区别，人工降雨是通过向天空发射干冰或者其他化学药剂，加速某个地区的云层凝结致雨，这个过程只作用在小范围。但天河工程是像南水北调这样跨区域输送水汽的，比如把东海的水汽从空中送到西部，属于大范围调水。这种的想法也不是科学家天马行空想出来的，而是他们通过气象卫星发现了在大气对流层中存在水汽通道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大气环流。他们要实现的就是人工干预大气环流，让水汽到达更缺水的地方。不过因为两者控制的对象都是天上的云层，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天河工程就是升级版的人工降雨。但相比于我们熟知的人工降雨，天河工程的技术更加复杂。天河工程可以实现空中调水，能让西部地区摆脱干旱吗？天河工程想要控制水汽跨区域输送，就要解决3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云层检测，第二个是气象数据处理，第三个是云层运送。云层的检测使用到的就是气象卫星。2018年11月5日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表示，已经启动了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的研制工程。有人会说，中国不是已经有风云系列气象卫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重新研制一套？虽然风云系列卫星能够承担普通的气象勘测任务，但在天河工程里我们除了要检测云层数据之外，还要检测大气层内水蒸气的分布情况，这是风云系列卫星做不到的。而天河1号卫星刚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缺。除此之外，天河1号卫星的算力和数据更新速度都远比之前的气象卫星要强，所以把它发射上去还可以和其他卫星组网，能把整体的气象数据更新速度都提升。唯有及时准确的检测手段，才能为水汽输送保驾护航。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天河工程是怎样进行数据处理的，但目前中国处理气象卫星数据总是离不开几台超级计算机，唯有超算才能快速处理气象卫星探测到的海量数据，实时反馈到水汽运送环节。至于水汽是如何输送的，官方也没有透露。不过网友猜测可能会像人工降雨那样，通过在空中投放化学药剂，改变局部的温度，诱导水汽的移动，沿着要输送的路线重复操作，也许就能实现了。还有网友说，可以在三江下游的平流层放几个大风扇，然后朝着三江源方向一直吹，每隔一段距离放几套，就这样把下游的水汽吹上去。虽然网友的猜测很夸张，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不过这项工程是说，他们已经通过气象卫星在对流层找到了稳定的水汽通道，并且掌握了水汽的迁徙规律，然后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人工干预，以此实现水汽的定向输送。所谓的人工干预可能会是我们都想不到的某种方法，也可能是我们都知道的几种方法的组合使用，但在官方正式公开前，这些都只是我们的猜想。据悉，天河工程若能实现，每年有望在三江源增加25亿立方米降水，祁连山增加2亿立方米降水，柴达木盆地增加1.2亿立方米降水，中远期有望实现每年跨区域调水50亿立方米，大约相当于350个西湖的蓄水量。像天河工程这样的一件大事，有人支持就有人反对。很多支持的人说，这项工程相当于天上的南水北调工程，能够实现就能造福人民，造福国家，应当给予足够的支持。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多，有人说大气环流是自然规律，人为改变这种规律，怕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。
还有人说这项工程的实践难度太大，可行性低。本来第一次申报的时候就没有通过，后来还是用了某些院士的名义重新申报才通过的。这些反对者害怕这项工程只是某些人用来套取国家科研资金的幌子，而在国外，有些人看到这项工程后慌了，因为这怎么看都是气象武器的雏形。在电影《全球风暴》中，人们就研制了可以干预天气的卫星，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实现人工呼风唤雨，但后来系统被坏人利用，让地球陷入了水深火热。不过呢，虽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但国家确实组织人员对这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，并且发射了需要使用到的卫星。从大方向上来说，这项工程是在前进的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地球物理总气象台首席研究员安德烈·基谢廖夫曾表示，和假象的气象武器相比，全球气候变化才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。中国的这项天河工程将会接受现实的考验，不过现在还不能断定这个想法的对错。人类早就试图积极影响大自然，但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天河工程之所以震惊世界，是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宏大。也许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想法，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有很大的可能的，因为如今的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前列，并且已经实现了多个世界级难度的超级工程。你认为天河工程能够成功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期见。